真正的世界级自主创新怎样实现？它如何驱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实现超越，让速度更快，让效率更高？全球顶级制造企业大手笔接纳中国机器的时代已经开启。当中国的机器制造能力越来越扎实稳健地向高端迈进，创新的能力也开始大规模呈现。我们制造，推动繁荣和成长；我们创造，走向自立和强盛；我们前行，让梦想变成现实。大国重器。张志刚已经习惯了往返于中美两国的日子。2年前，他带领的团队取得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5条汽车冲压线订单。这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智能冲压生产线，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底特律，世界汽车工业之都，汇聚着汽车工业的尖端技术。100多年前，这里神奇地聚集了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汽车制造巨头。福特公司的总部就在这里。当年，这里诞生了世界上第1条汽车生产流水线，而现在，由中国制造的世界最先进的汽车冲压生产线正在这里安装。这座有54个篮球场大小的老厂房，是福特公司的文化遗产。冲压线将用来生产福特最畅销的车型。为此，他们不仅拆掉了原有的23条德国制造的生产线，而且还不惜将这座古老的厂房改造成现代化的车间。To renovate this old plant that was built in 1938. It's very costly, very expensive to modernize an old facility instead of building maybe a new one. 张志刚是整个项目的中方负责人，为福特制造的第2条冲压生产线的安装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一个电圈，这不套过来的吗？对，小俩电圈，大一点的。为保证工程进度，刚刚来到福特安装现场的张志刚召开了一次工作例会。胸前贴的是G2，但是事实上你们带着我们中国人形象，我们中国人现在出国很多。That this team proved to me that they can work safely and follow the rules. That's part of making the decision to be business partners, is working together and following the rules.
That's very important to us. 鲍尔，福特汽车全球冲压设备规划主管。他的工作是随时关注全球最新的装备制造情况，以确保福特在采用新技术方面不会落后于竞争对手。过去几十年里，福特已经习惯使用德国和本国的生产线，而这一次，他们破天荒地选用了中国设备。在外面数第3个呀。在中国的这家工厂里，为美国福特制造的第3条冲压线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机械压力机制造企业，有着70多年的机床制造历史，被誉为新中国机床工业的18罗汉之一。2005年，鲍尔曾经到中国企业考察，他发现当时中国制造冲压线的技术至少落后国际水平10年。Yeah, we go back about six or 7 years. The first time we came to Jeer to learn about what the company was capable of doing, and it was not the right time for Ford to invest in the technology they offered at the time. 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汽车开始进入中国的家庭，但是生产汽车的主要装备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这使得汽车制造的成本难以下降。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企业尝试在投资比例最高的冲压设备上寻找突破口。创新总是开始于学习，他们开始向国外的同行学习先进的冲压机制造技术。按照我们很多人企业传统的习惯会说，因为我们引进过美国的技术了，或者说我们是美国的技术，我们是用了某某国家的技术，很关键。回答，这是我们G2的技术，代表了什么？你对你技术的信心。我不需要依靠任何国家的技术，他们的技术优点我都集成了，形成了我们G2的技术，这就是我们G2的技术。与生产车间仅一窗之隔的是这家企业的一个研发设计部门，这样的布局更适合技术人员和一线生产部门的沟通。在10几年的时间里，这家中国企业每年在科技创新上的投入一直保持在企业总收入的6%以上，这大大超过了全国1.9%的平均水平。不断的创新设计和制造，改变了世界汽车冲压设备市场的格局。国内85%的汽车企业用上了中国自己制造的冲压生产线。在中国山东烟台的一家中外合资汽车厂里，中国制造的冲压生产线正在计算机的控制下自动更换模具。由于采用了10多项自主研发的最新技术，全部生产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紧挨着中国生产线的是一套由德国进口的冲压设备。2年前，当张世顺组织技术人员安装调试中国的冲压线时，引起了生产线旁边几位德国技师的注意。一开始，德国人去看，实际上就一种很不以为然的这么一种感觉，心里话了，你能转起来吧？等我们做完了以后，拿到以后，然后呢，他们就
再去的时候，那脸色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他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相当于就默默地离开了。那实际上证明我们这条生产线的生产效率还是，是优于他那条。速度是冲压生产线最重要的指标。当这条冲压线刚刚投入使用时，福特的鲍尔来到这里参观。他发现，这条冲压线每天可以加工1万多个汽车外壳部件，效率达到了每分钟15次。这个速度超过了旁边德国冲压线每分钟13次的速度。全面集成创新的设计和制造，使中国企业超越了曾经的合作者。I made up my mind. It was okay. I seen it. I put my hands on the equipment. I watched it run, and it was at the General Motors plant that helped me gain the confidence that I needed to make the recommendation. 为美国福特制造的第3条冲压线已经基本完成。鲍尔和负责设备安装的史蒂夫再次从美国来到这家中国企业。作为设备采购的负责人，鲍尔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在给中方总工程师张世顺的一封邮件里提到，如果这个项目出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将就此终结。The importance of this program to Ford. This is by far the most profitable vehicle that we're working with, and there is absolutely no room for any kind of failure. 48 inches. 在例行的工作会议上，福特方面提出了一些技术改进和后续升级的要求。这是对一个企业创新和对市场适应能力的考验。这是用户他喜欢什么结构，这个我们可以变，包括一些控制系统，你需要什么样的结构，我们马上做一个方案。The left of the rubber beam is concrete pier. 工作会上没有安排专门的翻译，中国的工程师们都可以用英语解答技术问题。Okay. Wow. And then the slide was on the flat on the bed. And then it rust. No rust. Because they need to put a protection barrier here. Should be. 为福特制造的第3条冲压线已经完成组装。组装好的生产线要经过美方人员的检验才能交付使用。今天，2位来自美国的工程师将要完成这个工作。在检查到冲压机床横梁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部件的运行噪音偏大。尽管各项监测指标均显示正常，但仍然要求中方技术人员找到原因。整个下午的检查，技术人员们分析，异响来自于机床的内部。但是这套设备由上千个部件组成，无法准确地判断出异响来自于哪个部件。这时，张志刚也来到了现场。这家中国企业的负责人都是高级工程师，在引领企业创新的方向上，他们有着更为敏锐的决断力。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光指手画脚啊，我们会一块儿出主意想办法，或者我们的介入会使这个问题更加快速的解决。
技术人员将已经组装好的设备逐步拆开检查。凌晨时分，机器出现噪音的原因终于找到了，这让第二天的验收得以顺利进行。It's not so much what the problems are; it's how the team addresses and solves these issues. And I would say so far, I'm very satisfied with how things have been addressed, how quickly the issues are solved. 为福特生产的第3条冲压线验收完毕，工人们正在装箱，准备把它们运往美国。2012年5月，中国提供给福特的第1条冲压线开始投入使用。福特将其与德国的设备进行了对比检测，他们发现，中国设备生产的冲压件比德国的质量要好，而且这条生产线2天就能完成德国生产线1个月的产量。中国制造的装备得到了福特的认可。他们决定再向中国增加1条冲压生产线的订单，这样，仅福特公司1家就向中国企业购买了6条智能冲压生产线。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到美国的工厂去看，如果美国人告诉他这是我从中国G2进口的冲压设备的话，我们G2人会很自豪，我们中国人会很自豪。2009年，中国第1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1大汽车生产国。这其中80%以上的汽车外覆盖件是由中国制造的冲压设备生产的，这使得汽车制造的成本大为降低，让轿车至少提前3年大规模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而中国企业也通过自主集成创新走向了世界，成为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这里是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1个汽轮机制造基地。在中国的200多座大型火力发电厂里，40%的汽轮机组都是在这里制造的。这个车间正在制造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100万千瓦超临界汽轮机组。工人们正将金属叶片安装到一个最新型的汽轮机转子上，一个叶片重量将近100公斤，需要2-3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汽轮机转子需要安装10几种型号的近2000个叶片，一组工人1天要完成100多个叶片的安装，每人1天要完成几万下的敲击。这是一项极为精细的工作，每一个叶片、每一个螺钉的安装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因为转子在高速运转时，即使是一个脱落的小螺钉，在强大的离心力作用下，也会像弹片一样飞溅起来，对设备造成严重损坏。汽轮机是发电设备最重要的部件，
中国70%以上的电力能源来自于汽轮机的运转。能否自己设计制造这种电力装备，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工业实力的重要标志。在我们发电设备处于那样一个水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进口国外的大型高效的发电机组和这个比较先进的输变电设备。由于是进口，国外的价钱就很贵了，我们的电力建设的步伐受到了制约。我们当时为了这个啥呢？跟那个这还是西乌条线的，它这个西乌条线的叶片看上去就是很结实。杨红是这家中国企业的汽轮机工程师。2006年，杨红和他的同事们远赴德国学习最先进的汽轮机设计和制造技术。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德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具有60万千瓦以上大功率电力装备的独立开发和制造能力。为满足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对电力的需求，中国电力设备制造企业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步伐开始加快。虽然引进技术是中国企业学习的捷径，但是在制造工艺上，仍然会遇到许多障碍和技术壁垒。他对我们还是很防的，就是说我们去无论是培训也好，还是开会也好，他基本上都不会让你进主楼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边上呢就搭了一个个那种类似集装箱一样的，看上去就是它非常小，里头可能就是放2张桌子，然后一个黑板，然后坐2-3个人就结束了，就这样的一个小房间。一方面认为你不一定达到水平，一方面认为你又怕你是竞争对手。这些技术人员遭遇的冷落，在相当多的装备制造业同行身上发生过。无论是用于乙烯成套工程的压缩机技术，还是数控机床的智能控制系统，当飞速的经济发展提出技术升级的需求，中国人发现有些技术是用钱买不到的。上个世纪我们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国外只要你愿意引进技术，它都可以把它的就说所谓的稍微过时的技术，但对于我们来讲还是很先进技术给我们。现在他愿意给你的技术，我们看不上眼，我们想要的技术他绝对不会给你。工人们正在对已经装配好的燃气轮机转子进行液顶磨削加工，这是每一个转子都要完成的重要工序。这个转子将被安装到最先进的重型汽轮机上，这是中国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研发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电设备。当年杨红和他的同事们在德国培训时，不仅要学习消化先进的技术，还要根据未来企业开发新产品时可能遇到的困难提出问题。由于符合合同的规定，外方无法拒绝。随着他们提出问题难度的提升，外方配备给中国人的培训老师，从普通的技术人员直到开发部的总工程师，等级越来越高。其实你很多东西，高科技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层玻璃纸的吧？你捅破这层玻璃纸，其实它跟白菜萝卜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那个。所以就是说你要想办法，或者说你也应该也是有办法去摸透它的规律的。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但缺少天然气和石油的现状，使得国内78%的发电厂需要依靠燃煤发电，每年消耗50%以上的煤炭，以及工业用水的40%。一种先进的汽轮机技术将会大幅度减少煤炭能源消耗，降低烟气、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这就是超临界汽轮机。1、2、3，开始。刘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焊接工程师，
他正在进行最新的汽轮机转子焊接试验。这是超临界火力发电设备最关键的部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高难度等级的焊接转子。要掌握超临界汽轮机技术，中国企业需要在创新中攻克许多技术难关，而汽轮机转子的焊接工艺尤其重要。转子的焊缝是否合格，靠目测无法判断。每一次焊接试验后，刘霞需要使用放射线仪器进行无损探伤。我下了班回家的时候，躺到床上走路的时候，我脑子里满满的都是想着那个片子上显示的那个小黑点儿，片子上显示小黑点就预示着我是有缺陷的，是不好的、不合格的。我脑子总是在想，这个小缺陷是圆的呢，还是椭圆的呢，还是长的呢？那么我要跟它对应我的这个参数是哪个地方不好，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作为汽轮机的心脏，转子要在摄氏600多度的环境中，以每分钟3000转的速度，连续不停地运转30年无故障。焊缝强度甚至要远高于原材料的强度，必须满足100%无缺陷的苛刻要求。而这项焊接技术，也是世界汽轮机行业里最核心的技术之一，并且一直掌握在欧美等少数国家手中。在全球制造领域中，高级焊接被称为是一种独特的手艺。当年在向外国人学习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传授转子焊接技术。刘霞回忆，那是一段煎熬的日子。我记得每天早上我对着镜子洗脸嘛，一看自己就是感觉很苦，就是很愁眉苦脸的。我想让自己笑一下，给自己鼓一下劲，对吧？然后还没笑出来，我就觉得眼泪就流下来了，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这么难呢？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70多次的试验和失败之后，刘霞和他的团队终于摸索出了独特的转子焊接技术。外方专家看到中国人焊出如此完美的转子，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一定要见见这位中国的女工程师。刘霞，你焊一根转子需要多长时间？我说5条缝，我说那个1个星期全搞定了。他说啊，他非常吃惊，他说我焊1条缝我就要起码将近1个月的时间，时间缩短了，我的那个竞争力就上去了。所以说西门子呢，就是几次还派专家到我们公司跟我们谈，就是我们要在焊接转子这个技术上我们要进行合作。其实说到底呢，他可能就想学我们的东西，或探究一下你怎么做出来的，他觉得很神奇。工人们正在包装一个汽轮机的转子，这是给印度生产的36台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的主要部件之一。这笔出口到印度的订单总金额83亿美元。现在，这家企业每年有1/3的汽轮机要出口到世界20多个国家。中国已经从原来的火力发电机组进口国，一跃成为全球火力发电设备产销量第1的制造强国。在与国际一流企业艰难的博弈中，中国企业渐渐培养起了自主创新能力。这不仅打破了国际上对中国汽轮机产业的技术封锁，更为中国企业搭建了更高的技术创新平台。在我们国家专为制造业的这种努力之下，我们现在很自豪的讲，
中国的电力设备，包括发电设备，包括输煤电设备，现在已经当之无愧的进入世界最先进行列。2012年年底，一批重要的客人来到这家中国企业，他们来自世界核电巨头美国西屋公司。在这个车间里，世界最新的第3代核电 AP1000的关键部件正在紧张的试验制造。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核电产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具备建设10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能力，核电站的运行和管理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How long did it take to develop the process? 整个过程需要多久？整个过程正在中国研发的3代核电机组，是引进美国西屋公司的 AP1000技术。对于最新一代核电机组的制造，美国人也没有更多的经验。这也正是西屋公司来中国的目的，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发3代核电的关键部件。3代核电是当前世界上更加清洁、低碳、环保、安全的电力设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道路，让中国核电装备制造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跨越的发展之路。而中国的装备制造企业在追赶道路上的跋涉，是一代又一代技术工人摸索、实践、创新的过程。这里是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但超过78%的发电厂仍在使用煤炭作为燃料。中国每年要消耗全球将近1半的煤炭资源。如何节约煤炭资源，提高发电厂的热能利用效率，对中国这个以煤炭能源为主的国家非常重要。这里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节能设备制造基地。在这间工厂里，一种能够回收发电厂余热的特殊装备，正在工人们的手中逐渐完成。这种被称为热泵的设备，可以将发电厂产生的废热、废气、废水等余热回收起来加以利用，帮助企业降低大量的能源消耗。现在工人们要在热泵的主机里安装上10几块支撑板，所有支撑板上的圆孔要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这样才能使最长可达9米的传热管顺利穿过这些管孔。这需要极高的安装精度。每块支撑板上有3000多个圆孔，每一个圆孔都要穿上一根传热管。5个熟练的技术工人需要花1天多时间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传热管的表面粗糙，穿起来难度很大，越长的管子也越容易晃动，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穿入其他孔内。这些有经验的操作人员
能够通过手感发现是否穿错了圆孔。热泵技术诞生已经有100年的时间。21世纪，随着能源危机的出现，经过改进发展成熟的热泵，以其高效回收热能的特点，受到全球的追捧，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当前最有价值的新能源科技。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地下蕴藏着1.6亿吨的煤炭储量，但要满足矿区几十万职工的供暖需求，仅靠当地电厂的供暖能力已经远远不够。加上矿区要执行国家节能减排的大政策，生产生活的双重压力，迫使他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新技术来提高供热能力。我们集团公司的这个专家组呢，对北欧、挪威、瑞典国家使用这个余热的项目进行了个重点考察当时了解的情况就是他们是利用这个地热，还有这个海水的余热，来进行这个居民小区的这个采暖供热。尹彬彬是这家发电厂的总工程师。4年前，他们发现国外的热能利用方式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他们与节能设备企业的技术人员开始从其他方面尝试突破。好，你们再看看，来，好。他们创造性地将热泵技术与这家发电厂的发电设备结合起来。虽然热泵技术最先由欧洲使用，但是将这项技术运用到回收火力发电厂的热能，却是中国技术人员的一个创举。这是全球第1套大型热电余热回收吸收式热泵。这次大面积的回收火电机组的余热，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中国企业和这家发电厂为这次尝试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如何可靠对接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我们企业承担的这个杨煤集团的这个煤矿供电和整个居民的冬季供暖，如果对接不成功出现事故，一个方面是带来极大的隐患，一个是造成这个本部5个煤矿要失电，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今天，这套热能回收系统已经安全地运行了4年。由于系统智能化程度极高，它可以在完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自动运行。4年里，热泵在不增加能耗的前提下，通过回收余热，可以满足杨煤集团新增144万平方米的供热需求。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万4千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660吨，相当于再造一个上万亩面积的森林。马福林在这家企业已经工作了20多年。今天，他带着几位客户参观这个测试车间。这是全国第1个国家认证的全性能热泵测试台。10年前，这家乡镇企业靠借贷建立起了这个检测中心。这在当时国内的热泵行业来说，完全不可想象。气密性是热泵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在这里，技术人员把制造完成的热泵装置吊装在这个巨大的金属箱内。金属箱将会把热泵和外界完全隔离起来，
以防止外界因素对检测结果产生影响。他们最先使用了先进的惰性气体检漏技术，甚至参与了国家检测标准的制定，突破了中国30年来制冷行业无标准的瓶颈，创造了超越日本的行业标准。中国至此成为世界真空泄漏量检测标准最严格的国家。这是发电厂经常会看到的一个装置，它是电厂用来降温的设施。但这种装置的缺陷是在降温的同时会浪费大量的水资源。一个这样的冷却塔1年就要消耗相当于一个50万人口城市的生活用水。中国的电厂正在逐步用一种更为环保的装置替代这种冷却塔，这就是空冷塔降温技术。这种降温技术利用空气对流来降温，不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直到4年前，这种设备的主要生产国还只有美国和德国，他们的产品占据了中国60%以上的份额。国外的企业2台35万千瓦的空冷岛，不说设备了，它的设计费当时要收到3000万。2台60万基轴的空冷岛，光设计费就要收到4000万到5000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干不了这件事情。在中国江苏的这家工厂里，一项新的针对发电厂的节水产品空冷岛正在制造生产。这些金属片是空冷系统的主要零件——散热翅片。这些散热片被一张张串联起来，一套空冷系统需要由上千万张散热片组成，它们会形成一个相当于250多个足球场大小的散热面，充分利用空气来进行散热。这家中国企业用了3年时间攻克并掌握了空冷岛的制造技术，但是在他们准备将这项针对缺水地区电厂的新技术推向市场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那对方提出来了，如果你想愿意做这个事情，你必须给我开出2个亿的保函。那么在商业规则里面的话，这个2个亿的保函和合同额9000万是不对等的，不对等的。那对方也是给了我们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胆量，有没有这个魄力，有没有心里有没有这个底，你愿意做这个事情。虽然条件苛刻，但是这家中国企业却信心十足，因为他们的研发团队刚刚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完成了极端寒冷地区空冷岛防冻测试，取得了上千组数据。在极端条件下测试国产空冷岛质量，在国内也是头一次尝试。我们要创新，就要加强这种能力的建设，就所谓的研发试验条件的建设。这种是慢功夫。研发试验条件建设完了之后，你要通过反复不断的试验积累数据，这种它是要成年累月有时间来积累，把这个数据积累下来，最后你才能够体现到你那个高质量的产品上面去。总工程师张振科每隔几天都会对这套空冷岛进行检查。这是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1套空冷设备，在这里它已经安全地运行了2年多。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发电厂，担负着华北地区重要的供电任务。对发电企业来说，生产安全是最重要的。
即使是收取了高额的保证金，但是采用没有成功先例的国产新设备，仍然是一个极为冒险的举动。我们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也有责任，也有义务，换句话说，也有能力啊，也可以去担这个风险啊。虽然说有风险，但是我们可以去冒一冒啊，冒一冒风险呢，就是把这个可以打破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啊，在我们国内的垄断。加工完成的散热片要在这个车间里喷涂上一层特殊的金属粉末，经过这样处理的散热片可以达到30年以上的防腐效果。这是中国企业自主开发研制、世界首创的防腐工艺。自从中国的装备制造企业打入空冷装备市场，先前高昂的设备价格开始大幅度下降。国际市场上一套空冷岛设备的设计费用，从过去的3000多万降到了500万。他不得不降价，因为他不降价的话，他就拿不到单子。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这项技术完全自主化了之后，那么是我们的投资者光设计费这一块节约了6分钟，就这么概念。30多年来，这家民营企业开发了近1000个规格的节能设备，这样的创新速度大大超越了市场和国际竞争对手的效率。如果企业不坚持创新，就要被同行淘汰，被市场淘汰掉。就是说，所以民营企业不是骑在虎背上，不是骑在马背上，而是骑在虎背上。就是说，这个相信一条路可以走。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从制造到创造的崭新道路上，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支持和引导创新的要素正在向企业集聚。创新动力、创新活力、创新实力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勃发。这里是充满中国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金木水